青乐，怎么样？你是不是可以看出一个人本性好坏，能不能录用？不行。为什么？那2个女保洁面相很古怪，我看不透。面相古怪？我看着就是最普通的路人脸啊。我知道为什么，因为他们的面相是改过的，因为他们做了半永久纹眉。那是何物？莹姐姐，你精通易容之术，可听过这半永久吗？易容皆是暂时，这半永久难不成能用半辈子？我在手机上看过，说是用一种特殊的针，把特殊的颜料刺进眉毛里，就能保持许久。你怎么连这个都知道？到底谁才是现代人？我在手机里的一本书上看到的。你都已经开始在手机上看小说了？什么 APP？ 不知道，就是这个红色的书。没想到这时代更改面相的手段已发达至此。若有对方生辰制字，辨别好坏会简单许多。但这种极私密的东西，旁人不会轻易告诉我们。你对求职简历一无所知。老板，我之前在北上广做过5、7年保洁，什么脏活累活都能干，绝对不偷懒。不能用。老板，我哪里做的不好？我可以改的。家里还有老人孩子要养，求您给我一个机会。你的生辰八字与我们教主命格相称，不能留你。那好吧，是我没这个福气，不耽误各位老板的时间了，下次有机会再合作。你到底算出什么了？刚才那是借口，对不对？教主，你还记得我爷爷说过，我生来便有一双阴阳眼吗？记得，虽然我一直没当真。那你从现在开始，最好信一下。这个人手上背负着人命，他身后跟着一个含冤而死的人，那冤魂一直死死趴在他背上，双手环着他的脖颈，而那冤魂的脸和这个男人长得一模一样。领导，如果我说我招聘保洁，面试到一个杀人犯，大概率杀的还是自家亲戚，你信吗？尸体在后院找到，嫌疑人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，感谢苗小姐的大力支持。你都不问我怎么知道的？怎么我一说你就信？对于信息提供者，我们总是给予最高信任。我怎么觉得你在应付我？苗小姐要这样想，我也没有办法。哦，宁可 cos 渣男都不愿意说真话是吧？我只是觉得，以苗小姐当时打电话的语气来看，有些真话你似乎并没有那么好接受。算了，我又帮你们抓一个杀人犯，有没有奖金？这次事发突然，还真没有。上次的报损呢？还在走流程，但是考虑到苗小姐对于社会的杰出贡献，我可以介绍一些当地的基层公务员和你认识一下。相信这些人脉资源，对你景区的运营会起到一些实实在在的帮助作用。基层公务员啊，那能有多大用？比如说市公安局局长。市公安局局长？你把这个叫当地基层公务员？你们啊，怎么这么贴心呢？怕你一个人胡思乱想，过来陪你。来吧，左右护法，床宽，3个人绰绰有余。跟你们说个好消息，我姐答应投资了，只要做好计划书，玄武山就能好好升级改造，不可太劳累。我明日给你配护眼养神的药。一切听教主。我今天不是想说景区要加多少项目，我是想问你们，你们自己还想要什么？如今的日子已是最好的光景了。现在很好，无他求。可我觉得不够，远远不够。这破木头床硬的跟石板似的，我每天睡醒都腰酸背疼，要换入胶床垫，10厘米厚的那种。有没有一种可能，是你缺乏锻炼，腰疼扎2针就好了？重点是，咱们现在和游客混住，游客晚上喝酒说笑，吵得听得一清二楚。还有人鬼鬼祟祟蹲在房间门口偷看拍照，尤其花月展，每天门口都围着一群人，一点隐私都没有。所以我要建员工宿舍，单人单间，24小时热水，空调地暖全装上，乳胶床垫，智能家居，智能门禁，只有我们自己人能进。好不容易来到现代，还住木头房子有什么意思？既然教主心意已决，我们无条件支持，一切都听你的。那我能不能申请再玩2个小时手机？不能。
熬夜伤气血，必须早睡。说什么一切都听教主的，全都是大骗子。你想了这么长时间，最后告诉我你要找我借500万，就为了做一个3层楼的员工宿舍？姐，我员工比较特殊，需要隐私，建好后把空房整一整，100间房1天600，一个月就180万，很快就能还你。3层楼，一共多少间房？18间房。你现在有多少固定员工？加上我一共16个。因为16不能被3乘除，所以你做了18间，是这个意思吗？不愧是我姐，数学真好，一点庸语都不留。我奉劝你再考虑考虑。当时我有100多个员工，也以为不会增加了。密道又有人出现了，都怪我，爹被官府抓走了，好多天了，他回不来了。你爹为什么被抓走？慢慢说。那一日，我爹从山上回来，给我带了谢大人亲手做的点心，那点心太好吃了，我舍不得吃，每天只敢啃一小口。包点心的那张纸我也舍不得扔，一直揣在怀里，没事就拿出来看看。放了好几天，点心都快坏了，娘让我扔掉，我舍不得，就一个人跑到后山小溪边，想着慢慢吃完，就算闹肚子，喝几口溪水也能缓一缓。可我没想到，在溪边碰到了一个穿得很富贵的男孩子，跟我年纪差不多。喂，你一个人躲在这儿干什么呢？手里吃的什么？让我瞧瞧。没什么，你别过来。这张纸你从哪里弄来的？我不知道，那只是包点心的纸。你见过谢大人对不对？说他在哪儿？这张纸到底是谁给你的？老实交代。我吓坏了，什么都不敢说，拼命挣扎，好不容易才挣脱他，跑回了家。可我没想到，第二天一大早就来了好多官府的人，直接冲进我家，把我爹抓走了，说要带回去询问。这都好几天了，我爹再也没回来。我去找人问，他们都不理我。我爹他是不是回不来了？都怪我没藏好那张纸。等一下，一张包点心的纸而已，怎么能联想到谢鼎年身上？这也太离谱了吧！是不是那纸上面写了什么？谢大人不是那般不谨慎的人。那上面没有字，就是几笔我看不懂的鬼画符。如果上面真的有什么很重要的字，我是绝对不敢拿出去的。李满仓，你也不用太过于担心。我猜测你父亲多半没有危险。为何？你想啊，对面要真是个心狠手辣的，非要得到一个答案，又怎么可能只抓走你爹？正常情况下，肯定是把你全家都抓走。哦，你还有个刚出生的妹妹，用刚出生的婴孩威胁父母最有用了。退一万步，那也应该把你一起抓走啊！毕竟你当时鬼鬼祟祟，一定知道点什么。到时候就把你和你爹关隔壁牢房，先打打你，再打打你爹，让你们互相听对方的惨叫。然后说什么，你要是再不说，你爹就死了，你儿子就完了。没过多久，你们就能老实交代了。但是这些个方便快捷的方式，对方居然都没有用，说明对方还是有一定的原则的。怎么样，不哭了吧？现在是不是放心了很多？你说话能不要那么像个反派吗？我觉得不像。这你都能念？他说的又没错。好了好了，不管了，先去找谢先生。现在最重要的是弄清楚那张纸的来历，这件事只有他能解释清楚。谢先生，满仓的父亲被官府抓了，彩英是你当初包点心的那张纸。纸？可是，那只是一张废纸而已。可是满仓说，一个和他年岁差不多的男孩只看了一眼，认出这张纸和你有关。那张纸上面是不是有你的字？那日教主让苏兄写指路牌上的英文字母，苏兄有几个写法拿不准，找我商量。上面确实有几个字，可用的是水性笔写的英文，怎么可能被人一眼认出？英语加水性笔，还能一眼认出你的字迹，
那对方绝不是普通人。我此生教过2个侄儿读书，一人是我好友的独子，另一个是当朝太子。哎呀，谢兄，你说话要说清楚一点。你那个小太子今年都快20多岁了，说不定孩子都有了，早不是你记忆中的那个小孩子了。所以不是太子，是你那个好友的儿子，对吧？对吧？拜托，一定要是这样，好不好？对，此人名陆承安，曾是我的属下，也是挚友。满仓，带走你父亲的官员姓什么少？星路半年前上任的县令。那这半年他为官如何呀？好像也谈不上特别好，却也没有做过什么坏事。看来这位好友比你更懂为官之道，在这朝堂里不害民不造恶已是难得。他若像你当年那般宁折不威，早坐不稳这县令之位了。满仓，别怕了，只是一场误会。我写一封信，你带回去给陆先生，他看了会放你父亲，不会为难你们一家。真的不会再追究？怎么可能？我那挚友陆承安认定的是10头牛都拉不回来，他儿子也一样。既然认出我的字迹，确认我尚在人世，一定会想尽办法再见我一面。可除了李家人，没人找得到这里。唉，要是能和那群豹猫沟通一下就好了。青若连鬼都能看到，能和动物沟通吗？不能，谢谢。算了，不必多想，是缘是劫，看缘分吧。某网红度假村打着市港名义骗取免费劳动力，我们员工辛辛苦苦干了好几天，1分钱都没给，卫生条件差得离谱。姐姐说过，按浏览量阶梯处罚，最高直接封号。这视频再发酵一下就够封号了。您发布的玄雾山云海奇观点赞量突破1000，累计9次抽奖机会，可补齐解锁10连抽，是否使用？恭喜获得价值100元推流红包1个，可指定视频增加曝光量，有效期7天。恭喜获得主播降临互动奖励1个，随机邀请平台签约主播进行1日线下互动，并合拍宣传视频。100元的额度，至少能带来几千甚至过万的浏览量，这不妥妥直接封号？不愧是我姐呀，这效率真是太高了，又省100，太棒了！情感主播，咱们山上2只大黄狗都是单身的，魏楚山、温秀玲、苏望奎他们不算单身，算丧偶，一个个清心寡欲，4大皆空，怎么合作？我知道你是默默的妹妹。你好，我叫苗云幽，不知怎么称呼。哎呀，不要这么见外，你也叫我姐姐就行了，咱们都是一家人。你那边正缺宣传对不对？我2天后有空，直接过去一趟，怎么拍全都听你的。真的？当然。给我准备间舒服安静的房间，再备点美酒就够了。美酒美食应有尽有，只可惜你姐太忙，这次不能陪我一起。特别是自从那2个仗着年纪小拼命卖萌争宠的姐弟出现之后，哼，我迟早要把他们俩从你姐房里赶出去。我姐背着我，到底过的这是什么日子呀？你姐说她小时候最喜欢捏你的脸，手感超好。来，让我也感受一下。哎呀，这手感确实不错啊，你姐的品味就是好。那什么，九儿姐，我先带你去房间放洗。我是说先去房间休息一下。行啊，你们这座山很特别啊。对啊，原生态嘛。人也很特别。你真好看。姑娘这般风骨，这般韵味，才是真正的世间难寻。谢，不用双跟我说，我上次喝醉了酒，对着一个石板哭喊他是自己的今生挚爱，光是回想一下，都能脚趾抠出3层别墅，太丢人了。好酒，是我喝过最柔、最香、最干净的酒。你们这个度假村真是好地方，山美、水美、人美、酒更美，只是人也太少了点儿。明天那么大的活动，你们人手够吗？忙得过来？我们现在最缺的就是清洁和后厨。我已经提前买了2台多功能切菜机，能省不少力气。按照预约和团购来看，
明天大概会来3000人左右，应该勉勉强强能应付。3000人，妹妹，你是不是也太小看我的魅力了？你的意思是，我粉丝是什么样子，我最清楚。年轻人多，想一出是一出，说走就走。你们这里需要提前预约才能进园吗？不需要啊。那明天到场人数最少1万。1万？怎么可能？反正你姐说应该能有1万。那完了，又是密道警报，又有人从古代穿过来了，太棒了！就非要赶在这个时候吧。不好意思，九儿姐，我这边突然有急事，必须马上处理。好，那什么，月战，你先陪九儿姐喝酒，我去就回。果然是他，还是找来了。小儿好想你啊！他们都说你死了，小儿不信，小儿终于找到你了。你看看你儿子成何体统！谢大人啊，你活着真是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大人，这里到底是何处？你先说，你们是如何到此处的？那日，萧儿无意中发现你的字迹，虽然读不懂，想来或许是什么暗号，我们就想从那李家人口中问出你的下落。没想到那家人也是实心眼儿，我好话赖话都说尽了，他就是不肯说。后来我派人跟踪他儿子，发现他在山上消失后带回了你的亲笔信。信上虽让我放心，我到底不踏实，便带萧儿上山碰碰运气。昨日找了一整天都不见人影，直到遇见一只云纹豹猫。唉，果然又是那群猫猫带的路。你可以理解为这里是仙境。你说此处是仙境，你已成仙？不对，哪有神仙需要亲自算还要吃饭的？哼，这就是你们的刻板印象了。神仙就不能馋吗？神仙就不能喜欢好吃的吗？谁规定神仙必须喝露水？这位是教主，与我有救命之恩，也是我们所有人的主心骨。原来是苗教主，早有耳闻，久仰大名，失敬失敬。我确实不算什么神仙，不过教主待我极好，在这里过得很自在，你们不用担心我。哎呀，说再多也没用。走，我带你们逛一逛，好歹先吃点东西。来都来了，咱们主打的就是一个宾至如归。哎，辛苦楚大夫了，后面我和教主陪同他们2位即可。不急着回去的话，可以来我这里扎2针，对你的手腕有好处。那就先谢过神医了。早前就听说这魔教众人个个会身怀绝技，现在一见果然名不虚传，连自己数十年前的旧疾都能一眼看出来。哎呀，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小心？算了，脏了，不能吃了。不行，我就要吃荔枝。没了，谁让你自己不拿好？等会儿去小卖部给你买荔枝果冻，一样的。师傅，刚才那是传说中的荔枝吗？是，我在宫中贡品画册上见过，绝不会认错。师傅，那几位是此处的王公权贵吗？对了，我们刚刚是不是没有行礼？若是我们在规矩上有什么不妥当的，我们可以补上，以免贵人苛责于你。我去给他们磕头。哎，没有什么行礼啊，大清早就亡了。现代社会人人平等。不是，他们只是最普通的寻常百姓罢了。荔枝，那是供奉级别的真果，是寻常百姓一辈子都未必能见一次的绝顶真味，是权贵才能享用的稀罕物。可在这里能随便吃，不小心掉在地上脏了，说扔就扔。这就是传说中的仙境吗？师傅，我一早就和爹进山碰运气，好几个时辰没吃东西了。那还逛什么逛？算了呗，先去食堂，先吃东西。人是铁，饭是钢，天大的事儿也不能饿着孩子。这是厨余垃圾。这2位是？这是我的旧友陆大人，还有他的儿子云霄。这位是安宁，也是我们山上的人。还有那边那位姑娘，也是姓楚，是刚刚那位楚大夫的师妹。
外面还有客人要下单吗？没有了。那行，那我正好出去溜达一圈，透透气，你们慢慢聊。大人，长安，别这样。我知道你要说什么，你不必如此。我知道，大人您好不容易逃出那片污浊不堪的牢笼，才得这么一方清静自在的日子。我绝不是要逼您回去，更不敢打扰您现在的生活。我只是想求大人，刚才那一桶你们不要的所谓的厨余垃圾，能否让我带走？那样一桶东西，若是兑上水，熬成稀粥，足够100余名百姓吃上好几天。朝廷的赋税，我虽已经百般拖延，百般想办法，可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。县里的百姓也真的没有办法了。这些剩菜混在一起，都放了一阵子了，再兑上水，真的不会食物中毒吗？这些东西，今日我可以给你带走，只是我要告诉你，你们今日能意外撞进此处，不是我们能控制的。不知下一次见面，又是何年何月？我不是不想帮你，我只是不希望给了你一时的希望，转头又让你陷入更深的绝望。再者，你说我自私也罢，这里的事情绝不能让太多人知晓。我不希望，也不能把教主卷入险境。大人您总是这样，您看太远，想得太深。您总想着一次性帮他们解决一生的事，您总想着要为他们改变这个天下，改变这个朝廷。可对于我这种平庸之辈来说，能够帮他们解决眼前这一顿饭，能够让他们明天不饿死，已经是我拼尽一切能做到的全部了。只要能解我县百姓燃眉之急，将来若有机会，我陆承安还有全县所有活下来的百姓，愿为诸位当牛做马，至死不悔。哎，我真服了，你们那边那么多人发愁吃不饱饭，我这边还在发愁剩菜太多，人手太少，收拾不过来。要是能把你那边的人匀一点过来就好了。那就把他们弄过来，都给你打工不就行了？楚福林和安宁离开的时候，明明把门严严实实关上了，没有开门声，没有脚步声，到底是什么时候进来的？你听到了多少？我啊，都听到了。我可以解释。解释？行吧，我听着。那个什么，就是那个沉浸式。等下，什么东西？好香啊！这个味道不错，记得提醒我回去的时候给你姐姐带一份。哦，对了，你继续解释吧。科学不存在了，这里果然是仙境。解释吧，我听着呢。我怎么觉得现在这个情况，明明是我这边更需要你的解释呢？难道说我姐也是？你姐呀，你姐和我们不一样。你姐是我们老大。还需要继续解释吗？不用了，谢谢。好了，现在轮到你了。我就是穿越异世界古代，捡了一堆人，成为魔教教主，最后带着一座山穿越回来了。跟你姐猜的差不多，只不过有一点点小小的出入。什么？你姐还以为你在那边修仙呢，毕竟上次同行的楚大夫看着像有功夫的，你却毫无锻炼痕迹，他就觉得你是深藏不露的高人。不愧是你姐，想象力真丰富。所以你在那个武侠世界，你真的一点功夫都没有学吗？为什么呢？是不喜欢吗？不好意思啊，真是让你们失望了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以前的事情咱们不说了，我们再说说后面的事情。你们明天不是缺人吗？正好把那边吃不起饭的百姓带过来打工不就行了？真的吗？真的可以，当然可以啊。这群小家伙作为山神受了这么久人族的信仰和感恩，已经开了灵智，明明连妖都算不上，却到了半仙之境，实在有趣，连我都是第一次遇见。
不仅拥有跨越时空的能力，还能分辨人心善恶。不过这倒也方便，至少他们一定不会把坏人带过来。他们刚才已经跟我说了，只要你们愿意持续给到他们喜欢的供奉，他们愿意帮你们这个忙。供奉童男童女，不会有什么千年雪莲、万年灵芝之类的吧？九儿姐，那他们想要什么样的供奉呢？哦，他们说了，他们想要猫条，据说是被游客带来的猫咪安利的。猫条是何物？宝塔！星兰、谢叔，快来密道入口，监控里发现了不得了的东西。一共30人，男女各半，其中有10位是精通于做饭的，刀工火候都稳妥，其余20位也都是老实本分、手脚麻利的农户和匠人，绝无奸猾之辈。如何分配，就一切听苗教主吩咐。没事的，没事的，我在这里干过1天。这里的主家心善，只要大家踏实干活，守规矩，定能有口饭吃，不用怕。真的，这里的人都特别好。就是啊，你们怕什么？我爹还能害你们吗？附近没有游客吧？没有。来，这里面太暗了，大家先出来吧，我们到外面说。是谢大人。快请起，快请起，使不得，万万使不得！哇塞，谢先生真是顶流啊！理应如此。谢某早就是什么大人了，只是隐居于此的一名厨子，也望诸位回去之后不要和旁人提到谢某。谢某在此感谢诸位了。不会的，我们一定嘴严，保证守口如瓶。他们不敢。接下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苗教主，他是此地的主人，在此处所有人都要听苗教主的命令。这个，跟大家说一下啊，我们这里和你们之前那儿的习惯不太一样，我们这里不流行下跪的，任何人任何时候都不需要下跪。我们这儿没你们想的那么可怕或神秘，就把这儿当成个供人食宿游玩的超大客栈就行。你们的任务无非就是做饭、打扫，干点杂活，仅此而已。游客大多是普通好人，不会为难你们，顶多有人好奇问起身份，你们如实说就行，就说老家收成不好，交不起朝廷的重税，是县令派你们来这儿打工的。本来按照道理应该给大家每个人都准备一件工作服的，但是因为时间太赶了，来不及了。大家暂时先把这个东西贴在胸口上，游客们看到这个东西就会知道你们是工作人员了。大家可以互相帮忙搭把手，先把胸口的衣裳捋平整，然后把刺绣贴后面的油纸撕下来，对准位置轻轻一按，就能粘牢了，不容易掉。这个叫对讲机，麻烦陆大人帮忙分发一下，2个人共用1部。我一会儿教你们怎么用。今天遇到任何解决不了的问题，都可以用这个随时呼叫我，我能立刻听到。你们吃了吗？回苗教主，我们不饿。嗨，饿了就直说嘛，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走，我带你们去吃饭，总不能让你们空着肚子做事，那也太不像话了。这个就由我来带他们去吧，剩下的事情我来安排就行。教主，你忙活了大半月，快去休息吧。那行吧，你们多费心，有事儿随时给我打电话。我已经3个月没吃过肉了。这肉能不能让我带回去？我想留给孩儿。记得来之前我跟你们说过什么吗？承安，这些人你到底是怎么选出来的？自然是选了县里最老实本分、手脚麻利的。没有那么简单。方才我让他们守口，不许提我的过往，你脱口而出他们不敢，你为什么这么确定？他们绝对不敢。因为他们的卖身契在我手上。你说什么？陆承安，你逼着百姓卖身？我没有逼任何人，
我只是在县衙衙门口贴了一张告示，需要买一批人回来干活。作为报酬，除了卖身的钱之外，还会额外给他们的家人发放半个月的口粮。为什么这么做？因为我要选的不仅仅是老实人，而是那些可以为了家人豁出一切的人。只有这样的人，才有软肋。软肋？是，有了软肋，他们才会惜命守规矩，死守这里的秘密。为了自己温饱，也为了养活家中的妻儿老小。唯有如此，才最能保障此处的安全，也护你周全。我知道我这样的手段，大人可能会觉得不够光彩，可是人性本来就是不光彩的东西。与其去赌其他人的人性，我宁可把他们的性命抓在我的手上。其实这样又有什么不好呢？他们在这里打工，能填饱自己的肚子，我还会单独再付给他们一笔月钱，他们自己存着也好，拿回去给家人也好，都可以。我也看出来了，你们苗教主心善，不会让他们白干，必会另付钱粮物资。作为主事者，我会将这些统一交由县衙调配，在安全稳妥的前提下，确保全县5000多名百姓，人人都能分一杯羹。你一开始就是这么想的？大人，我可能确实没有办法像你一样那般爱民如子，我只是一个不太聪明的庸人，我只是在想尽我的办法，不择手段，让更多人活下来而已。等日子好了，这卖身契我自会亲手撕毁。但是如果他们不好好听话，威胁到了你们，威胁到了县里其他人，我也绝不会放过他们。或许你才是对的。虽然平时也很香，但是今天是不是有点太香了？苗教主，早上好。大家好，大家好。哇，你看这个露天厨房也太有感觉了吧！这老板对自己的食材和用料肯定特别有信心，要不然哪敢搞这种明厨亮凿啊？一点都不怕游客看到制作过程。就是啊，你看厨师们的穿着，还有这柴火灶，简直太有古代的感觉了，细节做的也太到位了。这叫什么？这就叫自有大儒为我辩经。苗老板，你们专门请九儿老师过来，是不是就是给你们这边的酒打广告的？所以到底什么时候开始卖？我也想尝尝。快了，会有的，会有的，你放心，到时候一定通知大家。以前人手不够，大家总得兼顾杂事。若以后全交给临时工，像花月瞻就能专心开个铺子卖酒，生意肯定不错。怎么这么慢啊？这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进去啊？能不能多开几个通道啊？大家别急，慢慢来，都能进去的。当天人流量竟然真的达到了1万，和张默之前预测的一模一样。这位小伙子说他最大的优点是专一，那我想问问九儿老师怎么看？专一是好事，但前提是你得先有让人值得被你专一对待的本事呀。当天成功撮合3对情侣，顺手劝分了5对。虽然劝分比撮合多，但总体来说，活动效果还是非常好的。苗老板，下次可得多准备点座位啊！放心，下次一定多备点桌椅，让大家都能舒舒服服的吃饭。喝点水吧，别着急，很快就到你们了。小朋友，是谁让你们到这里来打工的呀？是县令大人带我们来的。最近收成不好，地里的庄稼都旱死了，朝廷家的税又太慈重了，实在交不起。县令大人说，只要我们给苗教主打工，就能吃饱饭。苗教书人很好的。这小演员演技也太好了吧，说的跟真的一样，完全带入了角色。难怪今天突然多了这么多工作人员。按照你们这个剧情设定，你们所有人都是同一个县的吗？是的，我们都是同一个县的，好多人都是我认识的，我爹也在这里干活呢。那既然你们都是同一个县的，为什么他的衣服比你的好看啊？对啊，难道他带资进组了？因为我爹就是县令啊。
哇，这又是什么设定啊？我知道了，就是不想做成雷同的人设。懂了，就连小孩子的角色也分普通小孩和富二代小孩，这个区分真的是做的还蛮细致的。那你既然是县令家的公子，你为什么还要干活？我有手有脚的，为什么不能干活？我爹从小就教导我，即使年纪小，也要多干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。对了，这暑假都过半了，你们俩的暑假作业写完了吗？喂，这位客官，能不能多在孩子面前说点开心的东西啊？抱歉，习惯了。看到这么大的孩子，就忍不住想问暑假作业。这些游客真是什么都敢问，也不看看这俩孩子听都没听过暑假作业是什么东西，差点就给我穿帮了。快看，太浪漫了！下次我一定要带你来现场看。非常感谢今天大家的付出，至于其他的事情，我会跟你们县令大人谈的。小儿，你带他们先回县衙，我晚点自会跟上。是，父亲。该谈的事情，今晚必须谈清楚。你的事情，谢先生已经跟我说了。怎么说呢？一开始我确实有点意外，没想到你会用那样的方式选人。但是不得不说，就你这个老谋深算、多思多想的个性，倒是让我觉得很安心。苗教主的意思是，选择相信我了。我九儿姐都在你面前变身了，全方位给你展示了一下我的后台有多将硬。我觉得只要是个智力正常的人，都不会在现在这个阶段选择跟我耍心眼子吧。苗教主谬赞。我知道你和谢先生都是好官，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。反正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了，你也看到了，这边不管是从物资上还是科技上，肯定都远远超越你们那边的时代。你需要什么东西，可以主动跟我说，只要是我能弄到的，我会想办法帮你弄的。我知道苗苗主真心想帮忙，我想了一整天，这里神奇新奇的物件虽多，但都不是我们目前最需要的。我需要一些即使带回去分给百姓，也不会有人起疑心的东西，不会给我们县招来祸患的东西。这样吧，我先给你一些种子，就是那种生长周期短，能够特别快成熟，而且产量很高的农作物种子，还有高产玉米、红薯、土豆，都是你们那边本来就有，不会被怀疑的东西，但产量是普通种子的5到10倍，不用施肥，不用管，再贫瘠的地也能疯长，百姓种一季就能彻底吃饱肚子。你也不要那么实心眼，到时候好种子和坏种子混在一起种，有的快有的慢，对外就说是上天恩赐，反正他们信这个。足够了，这已经足够了。非常感谢苗教主的大恩大德，我代表全县百姓谢过苗教主。啊，这就够了？你这胃口也太小了吧！你这样搞得我很像一个黑心资本家啊！就给点种子就打发了你们？不行，再给你加点东西，让你带点布匹回去怎么样？也可以。再过一段时间就要入秋了，天气会越来越凉，很多百姓身上的衣服都单薄得很，确实需要添置衣物抵御风寒。好布料和绫罗绸缎我不能要，百姓用不起，只会平白惹人怀疑，招来麻烦。苗教主若方便，给些粗劣的布匹就行，能保暖避身即可。你确定只需要这么点东西？30个人打1个月的工，总工资12500，平均每个人月薪416块6毛6，1个月500都不到。天哪，资本家看了都要落泪。不能这么算，这批物资按我们的物价折算，1年下来近万两，快赶上太子的年俸了。一个小县城每月能得这些，已是天大的恩典，不能再加了，再多我简直不敢接。对了，你们这个太子是个什么样的人？当爹的已知是个王八蛋了，荒淫无道，苛捐杂税，就是不知道这个儿子怎么样。据说谢鼎年还教过他，应该教不出什么坏孩子吧？太子他不是个坏人，心地还算善良，也体恤百姓，只是性格有些过于软弱了。哦，是个废物。我们可以换个话题吗？那就说说排班吧。像他们给主家打工的，平时多长时间休息一次？没有固定休息的，一般来说
在春节、端午、中秋，主人家寿辰可以休息几天。那他们能回自己家吗？像他们这样签了卖身契的，严格来说，人彻底属于主人，连命都是主人的，是绝对不能自己随便回家休息，没批准就回家，叫逃奴。被抓到之后，下场会很惨。所以你一开始计划的就是让他们一直在我这里干。如果可以的话，希望苗教主能让他们1月休息1日。好卑微的请求，这是真的把自己当黑心资本家了。唉，那什么，其实今天只是一个特殊情况，我们平时也没有这么多游客，正常情况下也就是星期五、星期六、星期天的游客会比较多，可以让他们30个人分2组，7天一个循环，每一组都有2天休息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星期五是什么意思？还有星期六、星期天，这些我从未听过。不重要，到时候我让谢先生给你们出个排班表，按照排班表上班就行，保证让他们既能好好干活，也能好好休息，不会委屈了他们。多谢苗教主体恤，如此便再好不过了。到时候在密道出口搞个人脸识别打卡机，直接关联智能门锁，自动开门。咱们这个草台班子也是越来越正规了。你呀，抓紧时间去找那个姓秦的家伙，把那些人的身份证给办下来。身份一落定，就算被其他人族盯上，也抓不到半点把柄，省得日后多生事端。那个秦先生那边真的会给办吗？不会反过来把他们都抓走吧？当然会给你办，他给我们办过不知多少回了，经验丰富的很。再说了，这种事情他们只会比你更加不希望被普通人知晓。那个人啊，什么证件都能给你办。哦，好像就2个证不肯通融。哪2个？第一个就是驾照，非说什么为了公共交通安全，一定要我们自己去考，真是岂有此理。还有那个破家校，竟敢要我亲自去上课。若不是看你姐开车辛苦，想帮把手，我会需要这破驾照。得亏他后来直接搞了一批无人驾驶商用车。那第2个不能办的是什么？结婚证呀。别的不说，为什么你们会有这种需求呀？我上次心血来潮，都拿刀出来威胁他了，逼他给我和你姐办一张结婚证。那家伙硬是硬着脖子没同意，半点情面都不讲。我姐这日子过得也是挺不容易的。好了，不逗你了，我走了，有事常联系。对了，你姐让我走的时候问问你投资的事情想好了吗？打算要多少钱？我想先借个800万，你觉得行不行？是不是稍微有点太多了？800万？不好意思，我们公司账上没这种零钱，凑个1000万给你吧。你们这群毫无人性的妖精啊！先撤了哈，回去就让人给你打钱。一家人别客气，捅破天也有我和你姐兜着。不过先说好，遇到小麻烦最好自己解决，再不济来折腾我都行，千万别去烦你姐。你姐现在能够分给我的时间已经很少了，不建议你再来分一杯羹哟。好的，好的呢。秦先生你好，我这边有30多个临时工想要办身份凭证，麻烦您那边帮忙处理一下。是每个月都会有30多个，还是？看看这个问题问的，一看就是经历过类似情况的毒打。一共就30多个，你放心。所以你的意思是，暂时就这30多个，以后的情况还不好说，对不对？你要这么说，好像也没错。知道了，这边请苗小姐用手机拍下他们的登记照，统一放在一个文件夹里面，用他们的姓名加年龄加性别的格式进行并名，压缩之后传给我就可以了。这个人到底已经多么熟练，到底帮多少黑户办过身份证啊？那什么，还有别的要求吗？我们这边没有任何要求，唯一的要求就是一定管理好这批员工。苗小姐这边可以做到吗？包的。他们已经明白了，这里不是陷阱，不是险境，
而是能让他们吃饱穿暖，靠双手挣出生路的地方。一双双原本麻木绝望的眼睛，此刻都亮着光。满仓，咱们这个月全勤，多学点东西，多长些见识。好，好，都对上了，没问题。大家先忙吧。你们方才都看见了吗？那卡片上是咱们的模样啊！何止是模样，依我看，那是把魂魄的一部分生生封印在了小卡片里。苗教主果然是天上神仙下凡，手段通天。菩萨心肠配上雷霆手段也是常理，大家不用惊慌，我们只要好好干活，这里的主人不会对我们这等凡人不利的。你说的对，咱们只要好好干活，报答教主的大恩。对，好好干，绝不能给教主添麻烦，绝对不辜负苗教主。几经对比方案敲定，耗资780万，加急3个月，建一栋5层50间房的小楼，选址定在林中，挖空中间，外围留错落的树木做屏障，再围上一圈游客展布的栅栏。既然要做改造，就要客人觉得物有所值。思来想去，我直接找到了最懂格调的花月展，商量了一整夜，定下方案。后面的房间按琴、棋、书画4大主题区分。哦，对了，一会儿让花影给我画一幅9鱼图，就是荷花和9条鲤鱼，寓意长久富裕，年年有余。我到时候挂在前台。要不再来一幅花开富贵？也行，快去快去。哦，知道啦，我的教主大人。还可以，这是什么？糙米薏仁汤。这玩意儿能喝？为什么不能？这汤最是祛湿健脾、温润养胃，还加了红枣中和涩味，去掉了粗粮，所有难喝的口感。唉，怎么跟你们解释呢？就是这个名字吧，在我们这里听着和毒药差不多。哦，那改个名字啊？算了，就这样子。后面的名字你们也按照这个逻辑去取名，什么千机饮、断肠草、含笑半步悲啥的。你自己听听，这种名字取出来，会真的有人买？哎，小同志，这你就不懂了。网上说说就得了，现实中谁不想急头白脸的抛钱在奶茶店买杯毒药尝尝呢？哎呀，教主都这么说了，一定有他的道理。暑假已经结束了，你们俩再在这里干下去，我就要被人送进去踩缝纫机了。赶紧回家给我好好读书去。我不想读书，还是这里好玩。回去没意思，我就想在这里干活。快别哭了，快回去吧。县令大人特地破例让你和云霄公子一起去书院读书，这是多好的机会，你要好好珍惜，将来才有出息。爹过几天休息的时候就回家看你。哎呦，这两个小家伙也太可爱了吧，哭成这样是有多舍不得这里啊？可不是嘛，我家孩子来这儿玩了2天，也天天念叨着不想走。我怀疑他们是因为暑假作业没有写完才这么哭的，有理有据。你还说别人呢，你自己的写完了吗？一个字没写，我直接在拼夕夕买了本写好的，这就叫科技改变生活。我去，不早说！再哭，寒假也不带你们玩了。就算你们来了，也直接把你们扔进补习班补课去，还是英语的。滚蛋吧你俩，咱们寒假再见。8月份，总收入786万3600，支出203万3760。哦，对了，这个月还多了一笔额外支出，你给我们每个月都发了1万的工资，加起来是15万。哎呀，说真的，教主，你不需要给我们发这么多工资的，根本用不完。像安宁他们到现在都没搞清楚手机支付要怎么用。拉倒吧你一个人花2个人的钱，当然觉得多了。花影最近是不是又给你买了好多小裙子？哎呀，可是确实好好看呀。买吧买吧，下个月再给你们多发一点。对了，临时工的工资是怎么算的？哦，临时工的工资是用物资的形式给的，反正也不多，就直接算在了日常成本消耗里面。这样算下来，8月份度假村的净收入是467万9840。
这么多钱啊！等下，还没有算完。上一次算账余额53万，加上教主姐姐打过来1000万，秦先生那边打过来80万，减掉员工宿舍780万，加上这个月净收入，我们现在的现金流是821万6706。我怎么觉得我下个月就能把我姐的那1000万给还上了？那也不一定，毕竟8月份还在暑假，人流量大。那没事儿，就算降到只剩1/2或者1/3，也有100多万呢。教主养得起你们。对了，考虑到你最近快递有点多，每次都要下山取快递太麻烦了，我准备引进2个快递柜放在山上，免得还要我们亲自下山去取。教主最好了。苗老板您好，又来打扰您了。稀客，今天怎么有空上来？不是来拍东西的？哎，不是，刚好陪陈默过来做针灸，顺便我们南省卫视有个合作，想跟您聊一下。是这样的，我们南省卫视打算做一档古风探案类综艺，叫《陈氏谜案》，第1期打算录制3天。我们都觉得您这度假村的环境最合适，所以想问问您，能不能让我们在这儿录制？嘿嘿，我们台里也是刚知道，您居然跟张总也很熟，不然也不会安排九儿老师来您这里做活动了。九儿老师可是张总那边 TOP 3的大主播。哦，你们也认识我姐？姐，这么亲密的称呼，果然，这种资本雄厚的人之间都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的。现在有谁不认识张总啊？更何况张总还是我们电视台的赞助商，合作了很多次了。哦，这样啊，和我姐都合作这么多次，想必非常靠谱了。您放心，费用方面我们肯定不会亏待您。按业内规矩，录制3天综艺，我们会支付3天包场费用，还会额外承担场地清洁和道具损耗的费用。您看这样可以吗？苗老板，还有个小小的请求，您看能不能找几个颜值高一点的工作人员，客串几个小角色，不用有台词，就是露个脸，配合一下拍摄就行，这样能给节目带来一些生面孔和新鲜感。行啊，我知道你说的是谁，放心吧，到时候让他们俩配合你们拍摄。太感谢您了，苗老板。您放心，拍摄结束后也会把剪辑好的片段发给您，帮您宣传度假村。好的好的，也感谢你了。你们家有人喝酒吗？花月展刚刚研制出来的果酒，用山间的野果酿的，口感清甜不上头，给你带点回去尝尝。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。啥时候我们也买个大车？你那个小3轮虽然好，但是一次最多带2个人，我们能不能也买个大的？这个建议不错，采纳了，我抽空看看。就买那个，一边玩去。我的天，小哥，你也太好看了吧！这是哪个牌子的美瞳？美瞳是什么？等一下，你的意思是说这银发紫眸是天生的吗？也太绝了！你看，之前跟你说过的，这里的人真的很喜欢你的样貌，你老是不相信，现在信了吧？可以，他这造型很好看，也很适合这里的环境。今天就给小白做这个造型。不好意思，不知道你介不介意？什么？竟然有人喜欢我这个样子，甚至要特意做成和我一样的样子，为什么？这些人疯了吗？可以，没问题啊，这个造型确实很好看。哇，太好看了，简直是本人。我这美瞳真的没你的效果好，你的眼睛太好看了，自带光泽，比美瞳自然多了，看着就像有星星一样。谢谢。这个头巾的造型要复刻吗？小哥哥，你这个头巾都起球了，就不戴了吧？你的头发这么漂亮，没必要这么遮住啊。我帮你修剪一下头发吧，看起来很久没有剪了，发梢有些分叉。看你自己。那就不要了吧。这也太好看了吧！摘下头巾也是摘掉心中的枷锁，也是接纳自己的开始。安宁，你做得很好。古风探案自然得有命案，鸿运门掌门传位之夜惨死梅花庄，6位明星火速入戏，搜证对口宝，我就在旁边纯吃瓜看戏。
美滋滋。我真的服了，怎么我每次都能抽到凶手啊？上次和朋友一起去打剧本杀，我也是凶手，这次又来，能不能换个人当凶手啊？我勒个伏地魔呀！双面人都出来了，编剧的脑洞也太大了。苗老板，现在可以叫安宁来一下吗？这边已经结束了，我们要补拍一些分身行凶的画面。我这才明白为什么最开始导演会让白天雄和安宁做同一个造型，搞了半天在这里等着呢，因为剧情里面这就是同一个人啊。行，安宁上。小哥辛苦你了，等会儿我们要录一段飞檐走壁的戏，你不用紧张，我们会给你绑上威亚，这样你就能在屋顶上快速行走，做出飞檐走壁的效果了。这是干什么的？这是威亚，就是要绑在你的身上，帮你固定身形，这样你才能安全的在屋顶之上快速行走，做出飞檐走壁的动作，不然太高了不安全。需要这些东西吗？来，安宁你下来，咱们还是听节目组的，绑一下，安全第一。好的，教主。怎么感觉就是纯粹在应付我们呢？这是一个普通的景区工作人员该有的职业素养吗？安宁，你收着点啊！不行，根本谈不过去，咱们的力气实在达不到啊，这根本不可能完成啊！算了，这段直接后期做特效吧，反正观众能看懂那个意思就行了。咱们人力实在达不到这个效果。有一说一，那么远的距离真的能煮子弹过去吗？我怎么觉得不太可能呢？教主，我也不知道，感觉应该可以。Hello， 有没有哪位在悬崖附近？帮我看看有没有人。回教主，这个时间悬崖没有人，只有我在打扫。收到，你现在也离那边远一点，我们要做个试验，扔点东西过去。你过一会儿帮我们看看扔到哪个区域就行。好的，教主。回教主，我看到一个核桃掉到了秋千的附近。可以啊，你们编剧有点东西啊，写出来的东西竟然真的可以实现，好厉害哦！对啊，是谁？有点东西啊！苗老板放心，拍的费用我们额外算，绝对不会让你吃亏，客串费也单独算，绝不亏待他们。行吧，反正大家也没别的事儿，你们想补拍就补拍，怎么拍都行。快过来看这几匹马，这素材绝了！不愧是大明星的节目组，连马都要拍。当然了，马也是有出场费的，出场费比人还贵。拍摄进行的十分顺利，一切都很完美，直到那一声爆炸。苗老板，怎么回事？后山那边怎么了？天然气爆炸！密道出口的监控被人故意破坏掉了。没事，大家别慌，可能是我存放在后山的废旧设备自燃了，没什么大问题。苗老板，这不行啊，我们机器都架好了，要是现在回客房重新搭建会很麻烦。后山离这边这么远，应该没什么事，你赶紧带人去处理。我们再拍一会儿，很快就拍完了，行不行？你留在这里，一定要护好他们的安全，盯着他们，别让他们往后山方向去。等他们拍完，立刻带他们回住宿区，绝对不能有任何闪失，知道吗？放心吧，教主。喂，怎么了？你说什么？白天骄他不是走了吗？没走，还跑到后山去了。他一个人跑到后山去干什么呀？连助理都没有带，你怎么不看好他？我也不知道啊。他说他有一个朋友很喜欢这种毛茸茸的小动物，他就自己一个人偷偷跑到后山去拍豹猫了，说是要拍一段视频发给那个朋友，我拦都拦不住啊。刚才听到后山的爆炸声，我就赶紧给他打电话，结果打了好几个都没人接，我实在没办法了，只能给你打电话求助。导演，你快想想办法找他吧，要是他出了什么事儿，我们可就完了。别担心，我和花影已经赶往后山了，正在排查情况，不会有事的。不够，现在还多了一个失踪的人，叫白天骄，完全手无缚鸡之力的那种，估计连我都打不赢。他一个人偷偷跑到后山去了，现在联系不上他，你一定要找到他，千万不能让他出事。他要是出事，咱们这度假村就彻底完了。好，我知道了，我立刻带人扩大搜索范围，一定会找到他，你放心。你现在找个安全的地方躲着，不要靠近后山，等我们的消息。一个都没有少，还好楚灵霜、魏子君、安宁他们也都跟着洛星兰和花影去后山了，希望一切顺利。
千万不要有事，千万不要有事！白天家一定要平安，洛星兰他们也一定要平安。万幸没有起火，要不然就是放火烧山，一定会闹大的。怎么样，找到白天霄了吗？放心吧，人找到了，没事了。我们已经把人抓到了，只有一个人，没有其他同伙。好，我马上就到，你们等着我。这又是谁啊？好在白天昊有没有受伤？如果我说我们是在排练一个大型实景节目，只是设备出现了一点点小失误，你信吗？你把我当傻子吗？有一说一，哥们儿，你看起来确实不是很聪明的样子。我知道了，你是不是根本就没有办理烟花燃放资格证？刚才的爆炸也不是什么设备出现失误，是你们私自燃放烟花，不小心出了意外，怕被我们发现，怕被有关部门处罚，所以才编了这么一个借口，对不对？笑死！烟花燃放资格证是什么东西？我听都没听说。不过这确实是个编瞎话的思路。对，没错，被你发现了，真是不好意思呀。刚好现在度假村游客不多，我们就趁这个机会抓紧时间排了一排，想给你们一个惊喜，结果没想到不小心出了一个小意外。这个烟花点得太早了，还吓到你了，真的非常不好意思，实在是抱歉。那我这算不算是抓到了你一个小把柄？算是吧。你想咋的？也没什么，就我有个朋友特喜欢少见的毛绒动物，我看后山那只豹猫挺亲你的，能不能麻烦你叫它配合录段视频？我想发给我朋友看看。包了，没问题啊，多大点事儿。我把这边的事情处理完，立刻就给你搞，保证让那只豹猫好好配合你，录一段最可爱的视频，好不好？谢谢你啊，我回去之后一定会跟我的粉丝宣传你们这里的。啊，感谢。来，子君，你现在就把白先生送回住宿区，一定要把他安安全全送到，路上小心一点，懂？好的，教主。白先生，请跟我来。那可是南省卫视造型师才给做的造型，银色的长发，精致的编发，好看的不行，现在全没了，太浪费了。这小妮子的功夫一般，身手也不算厉害，但是她身上带了好多雷火，还有烟雾弹，威力极大，还能遮住视野。一个冷兵器时代，你这差不多都快赶上热武器了，纯作弊，难怪能把我这一群大侠搞得个灰头土脸。你什么情况呀？谁派你来的？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雷火门雷灵阴是也。雷火门，我对这些江湖门派的名字一直不太熟悉。雷火门是一个专门研制雷火、擅长使用雷火的门派，而且这个门派好像还和朝廷有联系，在江湖上也算得上是名门正派，只是行事比较隐秘，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的具体情况。哼，原来是朝廷的走狗，难怪敢这么大胆跑到这儿来撒野，简直是无法无天。你胡说，你才是朝廷的走狗，你全家都是朝廷的走狗。再骂一句试试。我们全家已经被朝廷害死了，我们整个雷火门也都被朝廷灭门了，他们还诬陷我们通敌叛国，把我们赶尽杀绝。你凭什么说我是朝廷的走狗？凭什么？好了，别哭了，是我说错了，行了吧？既然不是朝廷要你来的，那你告诉我，你来这里干什么？我是来找洛星南的。虽然江湖传言魔教的人已经受到天谴，灰飞烟灭了，但是我不信，我一定要亲眼过来看看。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找他。当初雷火门遭人陷害，只有我和母亲侥幸逃出，母亲身受重伤，自知将死，也明知凭我俩无力报仇，于是临死前，他挖出祖坟里埋藏的所有财宝，全数交给了杀手组织。我们也知道这是一步险棋，可是我们当时只求能够让仇人陪葬，已经顾不上其他。哦，这下听懂了，原来不是和洛星兰本人有纠纷，是和洛星兰的前单位有经济纠纷。这个虽然我知道你很惨，但是这你就有点不讲道理了。
钱又不是我们星兰收的，你找他有什么用？问题就在于，我们交钱的第2天，他就一个人把整个杀手组织都干掉了。我们把所有的钱都交出去了，结果现在既没有人干活，也没有人退钱。你要是过了10天半个月，我都能说服自己算了。偏偏就是第2天，就好像是针对我们一样。那几乎是我们家最后所有的钱了。现在我东躲西藏，几乎是靠着讨饭才活下来的。刚刚你们追我追了半天，还把身上全部的雷火也都用完了。哼，是你先炸我们密道的。我本来只是在山上瞎转，突然冒出只怪猫给人带路，结果走一半猫没影了，前面又横着条死路，还冒出个闪着红光的不明物体，我当时快吓死了，不把它炸开，我怎么出得来？那你也可以跟我们好好说话呀，我们又不是坏人，也不会伤害你。你们给我机会说话了吗？上来就一群人追着我撵，又是刀剑又是暗器，我不跑难道等死吗？看来那个迷药还是要搞一搞，省得以后再出现这种情况。这样，我找个程序员，把人脸识别系统外接一个机关设备，一旦发现不认识的人，立刻喷迷药。行，我真的快活不下去了。组织灭在你手里，那些钱财应该也在你这儿。你看在你我都不与他们为伍的份上，发发慈悲，退我一点吧，不用全退，1半、3成，哪怕2成也行啊。你走的时候没拿钱，这个组织听起来很有钱的样子。什么都没有拿，那就是说那些钱还在总部原地。我走的时候，一把火把那儿烧了，烧得干干净净，这就很尴尬了。你们当时交的钱是什么形式的？如果是黄金或者是白银，要不然你找个铲子去挖一挖。全部都是银票，他们说他们只要银票。哦，这真是一个悲伤的故事，悲伤到让人连安慰的话都无从说起。这个，很遗憾的通知你，你的钱真的不在我们这里，而且我们也不可能帮你再去杀人。说起来也讽刺，没过多久，那个人自己就死了，听说是什么被正月剪头克死的。要我说，分明是作恶多端的报应。等下，你要杀的那个人，不会是江南绣坊世家温家的那个二公子温煦吧？你怎么知道？果然，这不就是当初温家人追杀温秀宁和念念的理由吗？那个突然暴毙的弟弟。你是温大家，我一直以为你已经死了。你是雷凌音，我知道你是雷门主的小女儿，你怎么会这里？所以严格说起来，还是你们的人帮我弄死了温煦。虽然我个人不是很相信这个，但是你非要认同这么封建迷信的说法，那我也没有办法。那我好像就不能找你们退钱了。哇，你们江湖儿女有时候还真的蛮好应付的。不过说起来我还挺好奇的，你们一个搞火药的，一个搞刺绣的，八竿子打不着边，这是怎么能联系在一起的？还闹到你死我活的地步。据我所知，温家和雷家这么多年一直都在为八王爷做事，为皇家提供物品，而雷家存放雷火必备的防火布就一直是温家提供的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我和温家已经闹翻了10多年了，我只记得在我父母那一辈，温家和雷家的关系还是很好的，甚至还有过结亲的念头。为何如今会闹成这样？温煦到底做了什么？那一切都要从蛮族入侵说起。当时边境战事吃惊，朝廷大举派兵出征，雷火门奉命护送一批至关重要的火药前往前线，那是支撑整场战争的关键，无数士兵的性命都系在那一批雷火之上。可谁也没有想到，火药还没送到战场，在半路就突然炸了。不是意外，不是失误，是温家提供的防火布根本不堪一用，层层偷工减料，一里早已换成普通布料。火药一炸，火光冲天，前去护送的雷家人当场死伤惨重，尸骨无存。更可怕的是，因为这批关键火药被毁，前线大军瞬间失去依仗，那场大战一败涂地，无数无辜士兵白白送命，举国震动。龙颜大怒的皇帝当即下令让八王爷全权彻查，
我的叔叔九死一生逃了回来，跪在八王爷面前，一口咬定是温家的防火布出了问题，才酿成这场大祸。可八王爷根本连听都不想听，直接将人关进大牢，下令严查。一番严查之后，呈上来的结果却是雷家通敌卖国，证据确凿，说是雷家早就把真正合格的防火布偷偷卖给了敌国，这才导致大军惨败。燕帝大怒，圣旨一下，雷家通敌叛国，满门抄斩。温煦虽然纨绔骄纵，却粗枝大节，有勇无谋，绝不是能布下这么周密狠毒圈套的人。那些证据当然不是温煦准备的，是八王爷。温家和雷家原本都是他手底下最能捞钱、最听话的两棵摇钱树，可雷家精锐在押送火药时已折损殆尽，雷火门名存实亡，彻底没了利用价值。他自然没必要为了一枚废旗搭上完好无损的温家。哼，反正这抄家，他早把我们珍藏的古籍配方搜刮一空了。真相是什么，从来都不重要。在绝对的权力面前，真相不过是上位者用来达成目的的工具。重要的是，什么样的结果对他最有利，什么样的棋子值得他保留。其实，我和娘亲当初去找杀手组织的时候，真正想杀的从来都不只是一个人，一个是温煦，另一个是八王爷。可杀手组织的人听完，只当我疯了，毫不留情的嘲笑。哎呀，瞧我光顾着听故事了。既然一切都是误会，你也别跟我们客气。你要找我要银票，我还真没有，但是管够吃的东西，我们这里多的是。我让人先带你去吃点东西，好不好？我带你去。念念也去吧。你们先去吧，我一会儿就来。走吧走吧，我们这里的东西可好吃了，保证你吃了就忘不掉。其实我知道娘一直很担心我会因为之前的事情产生阴影，或者是自卑什么的，但是我一直都没有好意思告诉我娘，我一点都不自卑，也一点都不害怕。如果剪个头发就能克死那个王八蛋，我只会觉得我太厉害了。没错，你那个二弟温煦死了之后，温家现在由谁掌管？二弟死后，自然是三弟上位。他和我跟温煦不是一个母亲，他是庶出，从小就经常被温煦欺负。多么经典的宅斗小说情节！说真的，你觉得你那个二弟到底是怎么死的？他从小身体强健，又习武多年，一向无病无害。他亡妻刚去世1年，丧约满了，家里又给他定了名门亲事，正是意气风发的时候。其实我一直不相信他是无缘无故突然暴毙，所以你也怀疑？今日听雷姑娘一番话，我大概能猜到，有可能是我那三弟为了夺权上位，暗中动了手，也有可能是八王爷要灭口，斩草除根。那你有没有想过，可能还有第三种可能？有没有可能是他准备娶的那个名门千金，实在受不了他这根二手烂黄瓜，干脆一不做二不休，在成亲之前直接把他给弄死了？好了，温姨，跟你开玩笑的，别想了。反正这件事跟你早就没有关系了。记住，你已经不是温家的人了，你是我苗教主的人，懂？就算有一天温家杀人放火、叛国投敌、坏事做尽，那也跟你、跟念念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一切都听教主的。那是什么东西？为何能飞得那么高，竟不用借力，也不用翅，还能停在那儿不动？这个呀，它叫无人机，下面有专门的人拿着遥控器操控它，它就能在天空里自由飞翔，还能到处拍照录像呢。好厉害啊！你们在这儿坐着，我去帮你们拿吃的。你看这个东西可好玩了，还能做什么无人机灯光戏？你看它们还能组成图案呢，是不是很漂亮？天哪，这是人为操控的吗？竟能做到这般精准？苗老板，原来你在这里啊！你那边的事情解决了吗？哦，差点把这个人忘了。对了，安宁的头发是怎么回事？怎么烧焦了？刚刚造型师看到他，天都塌了，硬是忍住了下班的冲动，把他抓过去重新剪头发了。这……所以什么时候可以带我去拍猫猫？
我都等不及了。什么意思？你还要拍？你还没拍完？什么叫没拍完？我根本就没拍到。你不用管了，你就在这里帮我打包点心，我一会儿就回来。你想都别想，绝对不可能再让你一个人去了。没事的，教主，你去忙吧，我会好好守护雷姐姐的。等一会儿就会被家长抢手机然后痛骂的那种。哦，不对，他现在已经没有家长了，太地狱了！扣一佛祖原谅我。那行吧，走，现在就去吧，就在西边的林子那边就行，保证让你拍个够。来来来，开饭啦！咪，给我听着，你是这里最乖的了啊！配合这个人，咱们拍个美美的视频，拍完我就给你3倍的小零食，好不好？懂了就点头。这猫成精了吧？这都听得懂？他应该会喜欢吧？实在是太感谢你了，苗老板，我朋友肯定会很喜欢的。对了，你们那个烟花秀什么时候正式对外演出？我到时候一定要第一时间来买票观看。什么烟花秀？等等，这里不是有个现成的技术型人才吗？要是能把他留下来，更何况他无亲无故，身无分文，还被朝廷通缉，简直是再适合加入魔教的好苗子。一定一定，到时候绝对第一个邀请你，你一定要来玩。什么情况？把手机还给念念，你玩这个吧，这个屏幕更大。哇，我们这里是不是很好玩？是的。那有没有兴趣以后就留在我们这里？